好，我现在在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这里。美国的议会，然后宪法修改，很多新闻里的电影里的景象都在这儿。我现在到了美国的白宫了，背后这个就是白宫，美国总统然后办公的地方，然后也可以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标吧。这样位置远一点，看起来更好一点。不过还是有遮挡，白宫可能就没有国会大厦那么的明显，那么有识别性了，对吧？现在在美国的华盛顿，然后那个纪念碑这里这样的时候，太阳终于出来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大家好。对，我现在是在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首都华盛顿，然后参观。对，现在已经度过了2天时间，还跟同学见面，然后吃过一次饭。对，就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华盛顿就是观光的体验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整个城市的建设，然后都是很明显是有规划的。然后它的国会大厦、白宫，然后包括其他一些标志性的景点，林肯纪念堂等等，然后分布的都很整齐，四通八达，对，所以就是你玩起来你会觉得，然后整个城市的面貌，然后你就会觉得然后很漂亮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是只要经过，然后都蛮推荐，然后来玩一玩的。就在华盛顿的话，你很容易可以感受到。就是美国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些重量吧，就它有自己的那些历史，然后有自己然后著名的一些人物，主要就是他的一些总统，对，然后但是包括他对文化和科学的一些尊重，比如你在那个华盛顿，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些爱因斯坦的一些那个纪念雕像，对，所以就还蛮那个感觉，然后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象征，一个体现。对，华盛顿之后呢，就会沿着然后66号公路开始那个往回开，然后会慢慢的，然后1个月时间会回到洛杉矶了。就我觉得离开华盛顿之后，应该又会回到一个比较旷野的一个状态，因为不会有特别多的那个大城市，然后再经过了，直到洛杉矶。对，希望就接下来66号公路。包括然后像纪念碑谷等等的景点，然后会依然很惊艳，让自己 gap year 和美国的自驾环旅，然后会继续然后收获更多的惊喜。对，谢谢。旅行永远没有目的地，驶回洛杉矶的路遥远。我离开华盛顿即将开启的是美国的蓝岭公路，它贯穿华盛顿特区、弗吉尼亚州、北卡罗来纳州，过周末式的自驾蓝岭，绝对是经典的华盛顿人的生活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算是蓝岭公路起点的位置，就其实蓝岭公路它会贯穿整个那个先纳尔都，然后国家公园，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Welcome to Blue Ridge Parkway 蓝岭公路的介绍它会大概讲述了一些，然后这个蓝岭公路的这个历史，然后蓝岭公路，然后一些著名的景点，然后有什么，对，然后在这边呢有一幅，然后这个蓝岭公路全程的一个那个路线图。但是它大概画的是一个北段的位置，因为这里是，对这个曝光太强了，这里是蓝岭公路，然后北部的一个起点，然后顺着这个路，然后一直往下开的话呢，就可以慢慢的进入一个大岩山国家公园的方向。牌子然后写着 Entering Blue Ridge Parkway， 这就是蓝岭公路的起点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要沿着这条路去穿过谢纳杜国家公园，然后会就是最后到达大岩山国家公园。
我在出发环美自驾之前，非常期待蓝岭公路，因为我发现恰好能够遇上它闻名的秋季景观。与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公路和66号公路相比，蓝岭公路更加小众，堪称无人打扰的秘境。我在上海生活时很少关注四季变化，尤其秋天。现在沉浸体验，才发现这个星球上每个时刻或许均有它的魅力，只是我们未曾及时欣赏。Hello，我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美国的蓝岭公路了。现在在蓝岭公路的一个小山顶吧，一个观景的 overlook 的位置。对，就是秋天的感觉，就一路开过来就是很强烈的那种秋天的感觉。整个蓝岭，然后就是姹紫嫣红，然后不是全部都是落叶的金黄色。然后有一些那种深红，然后有一些浅绿，就是让整个层次感就非常的好。现在开始到夕阳的时间了，对。是午餐时间，然后今天行程比较轻松，所以有时间，然后我们来做一顿饭吃。对，然后呢，这里就是全部的家当了，然后用气炉，然后来生火，有个锅，然后锅里，然后有一块肉，有半份吧，对，然后因为锅太小了，对，为了减轻那个行程的负担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太大的行李，就是要把它煎熟，然后吃掉就好了，对。因为不会有，没有带太多的餐具，所以就用这个，然后做那个当做菜刀也好，当做那个锅铲也好，用来做一些翻面的简单的那个烹饪，对，享受今天的午餐吧。重点是这个午餐的这个风景没得说，对，再来，有这个油，然后翻几个面，然后。让它能均匀的裹在肉上，对，但是煎肉好像一般要先把火给烧开了，对，好，我们准备开火。还是关上，这个小火锅最大。现在风向变了，然后火都在，烟子都在往我这吹，对，不是特别的友好。对，好的，准备开动了，来看一下。一块完美的小牛排就呈现在了我的面前，对，我们的面前，开吃。哇，煎的有点过了，感觉有7分熟。我好肉不怕。我觉得美国这些牛真的都很会长。
天哪儿都没去。是的，今天哪儿都没去。对，因为就长途旅行会有一个新的发现吧，就是你每天都开车，每天去景点，然后每天都要拍很多东西，感觉就会跟那个上班没什么区别。对，你会觉得原来也需要过周末的。对，所以就今天就是周末。对，今天是在美国也是周日，所以给自己也是周日，哪儿都不去。对，在车里，然后坐了一天，然后做吃的，然后一天晒太阳，然后看看别人的视频。对，过得也蛮快乐的。对，所以就是这个也是没有真的，然后 gap year 之前不会发现的，就是你的那种兴奋，你的那种饱和，然后到一定程度之后，跟上班一样，你也需要休息。当然了，还是比上班要那个，就是自然很多的。当你要休息的时候，反正就晒太阳吧。现在夕阳就很好，对。等今天休息了以后，夕阳感觉会更美了。太阳要落完了，对，享受今天最后的日落吧。哇！日落时刻的惊喜，我看到了鹿。现在呢，然后会开始逐步离开那个蓝岭公路，往田纳西纳什维尔的方向去那个前进，这样就整个路线会就完全呈现一个往美西然后推进的状态，就是在逐步的结束美国的环美自驾之旅了。接下来预计还有25天的行程就会回到洛杉矶了，就都要好好记录一下，因为这样就以后才有更多可以回味的东西。Let's go。现在后面这个就是蓝岭公路上一个著名的打卡点，叫 Marbury Mile， 对，然后是很传统的100年前，然后在美国这样一个山谷里农业生产的一个地点吧，然后也是蓝岭公路上最被多然后拍照打卡的地方了。我们在这里可以很好的看到这个Mile 的一个全貌，对，然后它就是之前很传统的100年前美国一种农业生产的一个模式，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一个水力运作的一个原理啊，对。令我感到惊讶的是 Marbury Mile 我记住了，可是又不记得它的主人。这个普通人山中隐秘的生活在美国值得被保留，让人看到美国的确没有悠久的历史，可是又更重视个体的存在。现在在蓝岭公路上遇到一个封路啊，对，你简单看一下，对，就是在美国的公路上，当遇到路段封路的时候，会有这样的牌子立在这儿，这里就大概1000 feet 的那个距离，然后其实路就封了，又不能再往前开了。它会过了那个蓝岭公路，然后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分界线了，现在进入了北卡罗来纳州。旅途会随着时间向前自己滚动，我以旅行者的身份面对世界时，我无从停留。当然，我是享受这种状态的。结束蓝岭公路，等待我的是更广阔的美国西部。剪辑这次旅途之时，我依然还在回味蓝岭的秋天和悠闲。